室友网购从不花钱，从几块钱的绿植到几百的衣服，他收到货后都以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，后来开始用这种方法仅退款手机、平板，直到学校频繁收到律师函，杜杰慌了，哭着给商家打电话求撤诉。在他抽噎声中，我当面接起电话，他瞬间懵了。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？杜杰站在镜子前和我们炫耀他没花钱的衣服，见无人搭理他，杜杰哼着歌剪调调牌，打开后台熟练的申请退款。我身上这件裙子才29.9，商家不会因为这点钱大费周章来学校找我的，因为起诉的成本更高，他只会把这件事忍下去。闻言，我白了他一眼。碰到较真的商家，你直接就留下案底了。杜杰不以为意的撇嘴，还把退款到账的截图拿到我眼前晃了晃。这个世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我妈从没给过我生活费，我活得比你还好。这时，我的某鱼二手平台突然弹出消息，是昨天杜杰花69在我这买的蓝牙耳机，买家申请仅退款，原因是质量有问题，而处理页面只有同意退款这个选项，没有拒绝。我强压住怒火，深吸一口气，把手机对到他脸上。你买我那个蓝牙耳机也申请仅退款了？杜杰点点头，理所当然的说道：你那个耳机降噪不好，我肯定要退款啊。见他这样，我直接伸出手，我把钱退你，你把耳机还给我。还是不可能的，东西我已经转卖给其他同学了，退款的钱平台会自动到账，你可以去起诉我仅退款，不过律师费蛮贵的。他得意的神色，笃定我不会因为这几十块钱而多花几千去请律师。这时，室友郭爽从上铺气冲冲下来，杜杰，我卖给你8块钱的收纳架也被退款了，你是活不起了吗？见状，杜杰淡定地躺回床上，盖好被子，慢悠悠地开口：你那个都做成那样了，还好意思拿出来卖？郭爽被他这话气得不轻。我8块钱卖给你3个收纳架，走平台之前你都看过成色了，现在搞仅退款这一套。而回应他的是杜杰的沉默。半夜12点，被杜杰仅退款的商家打来电话，两人吵了起来，声音大的整个宿舍都没办法休息。我睁开眼，听到杜杰在歇斯底里：你的衣服有质量问题，我穿了之后过敏。你说过敏就过敏，你有给我提供凭证吗？杜杰瞬间拔高了声音：我干嘛要给你提供凭证？没和你要医药费就不错了，你要是在半夜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告你骚扰。谁知这次的商家态度坚决：明天上午10点前，你要是不把钱退回来，我就到你学校曝光你这种行为。杜杰闻言直接破口大骂：你要是敢来，我就让朋友去举报你的店铺，让他们下单后立马退款，扣光你手续费。我实在忍受不了，唰的一声拉开床帘。小点声，你不睡别人还要睡。怎料他翻了个白眼，摆出一副很欠揍的表情。我不让你睡了，睡不着就搬出去。闻言我怒了，一把抓住他，用他白天说过的话怼回去。我打你一顿，你也不能花几千请律师告我故意伤害吧？此刻的杜杰疼得眼睛都红了。思妍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松手，疼！这时被吵醒的郭爽过来，忍着怒火将我拉开。杜杰头发凌乱地坐在地上，狼狈地用手护住脸。隔天上午11点，我接到了导员的电话：思妍，校门口有人大喊大闹的让你还钱，怎么回事？听到这个消息的我一脸懵逼，立马赶到校门口，看见一个陌生男人拉着横幅：大狱思妍，白条总是笑嘻嘻，啥都想要不逃避，脸皮厚的像墙壁，让人无语又生气。此时现场已经围满了吃瓜群众。就是他申请的仅退款，真给大学生丢人，10几块的东西都白嫖。真是活不起了，被商家找到学校来，丢死人了。商家见我过来，冲着我质问道：你就是思妍，不是说我店铺衣服过敏了吗？怎么一天时间就恢复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？见状，我只得耐着性子解释：我是思妍，但我没有白嫖过你的东西。我就知道你会死不承认。他随即打开后台，找到购买信息。这个淘账号是你的吧？看到这个账号时，我很惊讶，因为很久之前我就登录不上去了，用了各种方法也没找回来。这个淘账号是我的，但不是我在用。听到我承认，周围的嘲讽声越来越大。都承认账号是他的了，还嘴硬什么呢？赶紧和商家道歉，把钱给人还回去吧。我点开被退款的那件衣服图片，果然和杜杰昨天穿的那件一模一样。商家蛮横地摆了摆手臂，大喊道：今天你要是不把货款和我来回的路费赔给我，我就继续在你们学校门口闹。这个账号被我室友盗取了，仅退款的人是他。正当我准备去找杜杰过来解决这件事时，周围的同学一拥而上，将我堵在中间不准走。夏天闷热，本就一点风没有，我被围在中间，就像在蒸笼里。赶紧把钱还给商家，真给你爸妈丢脸，还把责任推到室友身上，你室友凭空背锅，真下头。无奈，我只能拿出手机给商家转账。我先声明一下，确实不是我先把钱转给你，但是把你手里的证据给我一份。带着一腔怒火回到宿舍后，杜杰躺在床上浏览最新款手机。我冲上去质问他：你怎么能登录上我的淘账号？杜杰被我吓了一跳，眼底闪过几分心虚。什么你的账号？我也不废话，拿出退款后台截图。昨天那件衣服，收件人写我的名字，仅退款用我的账号，商家都找上门来了。杜杰眼看被抓包，撇了嘴：开学那会我借你手机打电话，顺便用你手机收了个验证码，然后我就把你淘账号的密码改了。随即他翻了个白眼：借你账号买点东西而已，这也要斤斤计较？商家走了就行了呗。看他无所谓的样子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打开微信收款码。商家的货款和来回路费一共是980，现在转给我。还有
把我的淘账号还给我。谁知他竟然反手指责起了我。谁让你自作主张把钱给他的？外面那么热，你还真信他会一直在外面等着啊？账号也没办法给你，我要用。说完，杜杰抬手把窗帘拉上，下一秒我就在校群里看到了他匿名给我的信息。肯定是他自己仅退款的，不然为什么要心虚给商家钱？你们有谁会平白给商家钱吗？这时，有人把我在校门口的视频传到了群里。杜杰刚说完，下面跟着一堆附和的。肯定不会啊，大家又不是傻子。还说什么淘账号被他室友盗取了，谁和他一个宿舍算是倒霉了？有没有人知道这位仅退款姐的信息？查到了，是大一新闻系的学生，叫思妍。这种人都能是优秀学生，还能拿奖学金，没黑幕我不信。杜杰继续在群里添油加醋，就应该给校长发信息，取消他的奖学金和评优资格。我气得拉开窗帘，杜杰不屑地看着我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仅退款的账号是你的，你因为心虚才会给商家转钱，让他快点离开东城。闻言，我冷笑道：谁说商家离开了？他还在东城，正在咨询律师起诉仅退款需要准备。下午，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一脸不悦地说道：你被商家追着要钱的事，校长都知道了，你自己看看校长收到的信息吧。随即把手机丢给我。校长，听说白嫖商家东西可以拿奖学金，是真的吗？仅退款的人都能评优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咱们学校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校长，请问我现在仅退款还来得及吗？放下手机，我耐心地向导员解释。老师，退款的人是杜杰，他盗用我的淘淘号下单，郭爽可以作证。紧接着，导员把杜杰和郭爽也叫了过来。杜杰，你是不是盗了思妍的账号，在网上买东西，收到货后又申请仅退款？闻言，杜杰瞪了我一眼，连忙否认。当然没有，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导员转头又看向郭爽，老师，我作证，这件事就是杜杰干的，他从我这买的收纳架也申请退款了。还有从思妍那买的蓝牙耳机，杜杰已经是惯犯了。谁知杜杰倒打一耙，红着眼睛控诉我俩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们两个说我家庭条件不好，要把东西送给我，才让我申请的仅退款，为什么现在又要诬陷我？郭爽也不惯着他，指着鼻子骂道：真能装，几块钱都贪，活不起的玩意儿。导员一巴掌拍在桌上，吵什么吵？随即看了我一眼。思妍，经学院查证，那个仅退款的账号是你注册的，如果你拿不出证据证明是杜杰做的，学院决定取消你奖学金和评优名额。我直接被气笑了。杜杰都白嫖到室友头上了，人证物证都有，还不能证明吗？此时导员皱了皱眉头，你们各执一词，我也不知道谁说的是真的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去找学院。走出办公室后，杜杰得意地拦住我的路。思妍，就算我偷了你的账号仅退款，你也没有证据，还得替我背锅。我上下扫了他一眼，讥讽道：见人自有天收，等着吧。杜杰被我的话激怒，刚想发作，他手机响了。杜杰在屏幕上划了4、5下，手机都没反应。白嫖了这么多东西，没给自己白嫖部手机啊？郭爽见状也开启了嘲讽模式，赶紧把你这老年机扔了吧。之前杜杰说过，他这部手机已经用了8年了，触屏什么的都不灵敏了。杜杰红着眼，咬牙切齿地瞪着郭爽，你们怎么能这么羞辱我？随即转身跑开了。我盯着他的背影，心里有了打算。回到宿舍，杜杰正给家里打电话，想要换手机，看他的表情应该不怎么顺利，急得在地上跺脚。妈，我手机已经卡到没办法用了，刚才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压根接不了。我不要很贵的手机，700、800的就行，我从没跟你要过生活费。手机是真的不能用了，我才想换的，就这一次，行吗？只听手机那头操着一口浓重方言：你不凑吃不凑穿的，还想要生活费？想要手机你就从网上买一个，然后收到货后仅退款。闻言，杜杰有些胆怯。不行，10几块钱的东西商家可能不会计较，但手机太贵了，肯定不行。衣服、日用品都可以，手机为什么不行？要不你就将就着用，我可没钱给你买。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杜杰眼睛一红，随即气呼呼地躺回床上，点开淘软件，开始搜索手机。他点开一个售价680元的手机，销售量10W 加，仔细翻看详情页，又点开评论区看了看买家秀，觉得还不错。这时，隔壁宿舍有人来找郭爽，走吧，不是说好出去拍照吗？郭爽收拾了一下，目光注意到他刚换的手机。你买新手机了？这是小枣最新款吧？听说像素特别牛。听他这样说，隔壁寝室的同学立马得意地打开相机和他自拍了一张。是啊，你看这次拍照贼出片，今天咱们出去多拍几张。好啊。随后两人挽着手臂一起离开。杜杰听到他们的谈话，立即在搜索栏输入小枣最新款手机，跳出来的价格吓了他一跳，11999。看了一眼后就立马退了出来。下午班长在群里发了几个文档，是考试要用的复习资料。杜杰点开后，很长时间没加载出来，到后面手机直接黑屏了，他只能重启手机后再试着加载资料，结果还是不行。此时我躺在床上，登录香鱼，重新注册一个新的账号，出全新手机，公司抽奖抽到的小枣最新款9500，可小高。不一会，我就看到杜杰点进商品链接，很快他就发来信息，能便宜多少？最低9000，
正品保证，全新未拆封。对方显示正在输入中，却迟迟没有发来新信息。再过了几分钟后，终于收到了一句回复：好的，我考虑一下。我扫了眼消息，听到杜杰下床打开阳台门又关上的声音。妈，手机我看好了，你把今年我转给你的9000块钱给我吧，我要买手机。你是疯了还是少糊涂了？9000块，你想什么你？杜杰和他吵了一会后，显然没什么结果，最后他直接咬牙冲着手机喊了起来：你先转给我付款，等收到货后我就仅退款，把钱再给你，这样行了吧？他妈妈显然不相信他的话，7、8倍的你都不敢仅退款，9000的你干嘛？我才不会相信你说的话。我是在香鱼二手平台买的闲置手机，个人一般嫌麻烦不会起诉的，到时候如果他真的较真，我就给他200块打发了，反正他也是抽奖来的，怎么都是赚。那行吧。最终，杜杰他妈妥协了。他收到钱后立马就付了款，急用，麻烦尽快发货。收到订单后的我去了校外远一点的地方，找了个快递站，把手机给杜杰发到学校。这手机是我过生日时外婆和奶奶送重复了。寄出快递后，我找了个维修计算机的店铺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。你好，我的淘账号忘记密码了，验证码也登录不上，这种可以找回来吗？老板穿着背心，叼着雪糕，淡定地问道：是你本人的账号吗？有没有实名认证？我冲他点了点头，是我的。闻言，老板3、2口吃完雪糕，可以，身份证还有要找回的账号给我。大概半小时，我的账号被找回来了。好了，你看看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，谢谢老板。我边走边浏览杜杰这一年的订单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虽然每次嫖的金额都不大，但加起来破万了。要是商家联合起来告他，杜杰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我试着通过订单后台联系卖家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。等联系完所有卖家，天都黑了。回到宿舍，杜杰正沾沾自喜，拿着新款手机左拍拍右拍拍。见状，豁爽嘲讽道：你胆够大的啊，上万的手机也敢白？杜杰立刻停下手上的动作，朝他翻了个白眼。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白纸了？这是我付款买的。闻言，我打开香鱼平台后台，发现杜杰真的没退款。但睡觉前，杜杰他妈打来了电话，他扫视了我们一眼后，转身去了阳台接电话，把门关得紧紧的。但他们争吵的声音还是传了出来。妈，这个太贵了，我真的不敢仅退款，这属于诈骗了。这笔钱以后我会慢慢攒着还你的。一个败家子，9000的手机你说买就买了，要不是你答应我可以仅退款，我能把钱给你吗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就赶紧把钱还给我。这时的杜杰还在替自己争取，可这是我转给你的钱，是我自己的。听到这话后，他妈急眼了。我辛辛苦苦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光吃的饭也不止9000吧？你现在马上把钱给我，不然这学你也不用上了。此时的杜杰也气急败坏，直接大吼道：还你，我马上就还给你。挂了电话后，杜杰点开香鱼平台，他食指在仅退款的选项上犹豫不决，但是想到他妈的态度，狠心闭着眼睛点了仅退。我这边立马就收到了通知，假装不知情的问道：仅退款是手机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的手机根本就不是正品，翻新机你也好意思拿来卖？如果你不喜欢可以退回来，我这边出邮费，不接受仅退款呢。聊天页面停了一会后，杜杰发来消息：给你寄回去，我难道不需要耗费精力吗？你自己也说了，这是公司抽奖抽到的，相当于你也是白嫖来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200块，这个翻新机我就留下了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是直接摊牌了，床帘内我被气笑了。亲，200块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如果不喜欢，我可以联系快递去取，不接受仅退款。杜杰再没有回我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都在联系律师，沟通起诉的事情。杜杰刚仅退款的那几天，在宿舍里惶恐不安，担心真的被起诉。10几天之后，他看没有任何人联系他，渐渐放下心来，还得意地发了条朋友圈。果然，也就是吓唬吓唬我。得意没多久，杜杰就被导员叫到办公室，劈头盖脸一顿骂。前几天刚解决完商家在校门口大闹的事，今天你的律师函直接送到学校来了，仅退款上瘾是吧？接着导员直接把律师函扔在他面前，杜杰看到后直接愣住了，他连忙保证会处理好这件事。紧接着我的香鱼后台开始疯狂收到消息，你要是觉得200少了，我可以给你加一点，280行吗？我现在手里只有这么多，能不能撤诉啊？我只是个学生，留有案底我这辈子就毁了，在不在？回我一下，大不了我把手机还给你，我也就用了不到半个月，跟新的一样。我简单扫了一眼就放下了手机。此时此刻，我正在律师事务所里和被他白嫖过的商家们见面。这是我调取的学校快递点的监控，可以看到，这1年以来都是杜杰取走的这些仅退款点，并且所有的订单，衣服都是 M 码，鞋子都是37号，和思妍同学的码数不一样。由此可见，这些快递都不是他本人下的单。加上有同宿舍的学生作证，这个叫杜杰的多次进行无理由退款。前几天在学校门口闹事的商家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脑袋，对不住啊，同学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其他商家看到被杜杰白嫖过的店铺有这么多，个个一分便宜。起诉，必须起诉这个道德败坏的学生。他无非是觉得我们不会为了这几10块钱起诉他，这次不争馒头我也要争口气，必须治治他。同意。闻言，律师整理了下证据，我已经将各位的律师函寄到杜杰的学校了，到时候等我通知开庭就好。第二天，我躺在床上刷视频，就见导员没敲门，气冲冲地闯进来，把一沓律师函扔在桌上。杜杰，
你到底在网上仅退款了多少东西？你看看，这全部都是要告你的。闻言，杜杰急忙从床上下来，看到桌上几十份律师函，差点没站稳。导员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导员深吸一口气，指着律师函说道：“你现在马上给商家打电话，态度诚恳的赔礼道歉，协商私下赔偿。”杜杰带着哭腔不停的点头。而就他在拨出号码的同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此时杜杰已经在崩溃的边缘，冲着我大喊：“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机静音？有必要落井下石吗？”面对他的无能狂怒，我没有理会，在他抽噎声中，不紧不慢地接通了电话。喂，你好。看着杜杰震惊的目光，我忍不住笑了。反应过来的他冲我大吼：“是你在算计我？你知道我缺手机，所以就故意低价卖给我？你的心肠怎么能这么坏？”对此，我面无表情的回应：“是我逼你仅退款的。”此刻的杜杰还丝毫不觉得哪里做错了，大言不惭地说道：“这个破手机还给你，我不要了，这样我就不算仅退款了，你赶紧撤诉。”紧接着他把手机直接扔过来，我没有接，手机砸到了桌上，屏幕被摔得4分5裂。见状，杜杰慌了：“这是你自己没接住的，现在碎了和我没有关系。”我无奈地摊了摊手。现在又多了一条，故意损害他人贵重物品。见我这样说，杜杰冲过来要抓我的脸，导员一把将他拦住，训斥道：“别再闹了，你要是不想解决这件事，你们两个就直接等开庭好了，我不替你协商了。”闻言，杜杰安静了下来。导员沉思一会，开始劝我：“思妍，你和杜杰都是一个宿舍的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”对此我有些无语。当时我说了仅退款的人是他，也有人证，是你非不信，让我自己找证据。觉得被驳了面子的导员有些恼火。所以你就要闹到这种地步，连学校都得跟着你们俩丢脸。你现在年轻气盛，有些道理想不明白，毕竟你还要在学校待3年多。我希望你好好想想。没等他说完，我语气强硬地给出了我最后的决定。我想好了，不协商，直接开庭。我想起大一开学那天，杜杰凑到我身边：“同学，我能不能借你手机打个电话？我的欠费了。”可以，我要不直接帮你充上吧。谁知杜杰摆摆手：“不用，我让家里人帮我充就好了，正好给他们报个平安。”我没有多想，就把手机给了他，转身就继续收拾床铺了。现在想起来，他分明是在开学前就有预谋了。我还查到他高中同寝室有个叫苏瑶的女生，在高3上学期被学校开除了。我找到了她住的地方，此时的苏瑶正在河边洗衣服，憔悴的模样看起来比同龄人老了10多岁。身上的衣服已经洗得有些发白，她身后背着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，嘴里哼着童谣。我走到她旁边，苏瑶抬起头，有些疑惑：“是要问路吗？”我摇摇头，随即坐下，把杜杰的事情说了一遍。当苏瑶在听到杜杰这个名字时，当即捂着脸痛哭起来。我就是被他害成这样的。高中开学那天，他也是说手机欠费了，当时我没多想，就借给了他。几天后，我想买复习资料，却发现淘账号登录不上了，就连验证码登录都没用。没办法，我只能重新注册一个。高3上学期，我莫名其妙背上了官司，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不是我白的东西，法院判我父母赔偿商家的损失。后来因品行恶劣，道德败坏，我被学校开除了，也没有其他学校愿意要我。后来我就进厂打工了，没几年就结婚生孩子。苏瑶说完，放声大哭，发泄这几年憋在心里的委屈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，将我的计划一五一十告诉了她。随后，我把开庭的时间告诉了苏瑶。开庭那天，苏瑶法院门口看到杜杰后，直接冲了过去。杜杰挣脱不开，很快被打得头晕目眩。杜杰，你害了我一辈子，你凭什么还能心安理得的上大学？工作人员看见这一幕，小跑过来，强制把2人分开。法庭内，律师这边把调查到的证据和资料递交上去。苏瑶把杜杰在高中时盗取他账号，陷害他仅退款，害他被学校开除的所有事都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郭爽也出庭作证。杜杰已经是个惯犯了，我8块钱卖给他3个的收纳架，他都申请仅退款。最后，法庭宣判，被告人杜杰盗取同学账号，伪造他人信息，从高中到大学4年间，共骗取商家货款价值4万余元，犯故意诈骗罪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，并处罚金5万元，需将仅退款的钱全部退还给商家。若被告无偿还能力，则由监护人代为赔偿。杜杰他妈在听到杜杰被判5年刑期时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但当在听到还要把钱还回去时，直接就炸了。凭什么让我们还？那个死丫头又没把钱给我们，等她坐牢出来自己还吧。我这次来是为了把她宿舍值钱的东西带回家的。火车票都是我借的钱。说完，直接转身走了。杜杰听到这个结果，在法庭歇斯底里的大喊：“思妍，我被判5年，你就开心了？我仅退款到底碍你什么事了？你会遭报应的，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”不结的是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学校官网涌进很多评论。听说贵校的校风是仅退款，是真的吗？我看不来仅退款这种事还能报考咱们学校吗？什么时候开除杜杰？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也配拿毕业证？校方不得不暂时关闭了评论区。半个小时后，学校官方发出了通报：新闻系杜杰在网上仅退款商家东西一事，经查实
示该生存在违反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教学管理规定的行为，学校根据规定给予该生开除处分。学校快递点内，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。你们知道吗？杜杰从来没买过姨妈巾，包括她身上穿的衣服、戴的首饰，全部都是白嫖来的。我之前快递总是莫名被偷，会不会也是他干的？他之前在宿舍低价卖各种东西，我还从他那花50买了一副蓝牙耳机。要是知道是仅退款的东西，我就不买了。而此时杜杰母亲在宿舍内大扫荡了一番，不管是不是杜杰的东西，全部都塞进了蛇皮袋里。准备走的时候，太太看到了我，她眼神明显有些心虚。我一把抓住袋子，把不是杜杰的东西全都拿出来。杜杰他妈嘴里骂骂咧咧，还大学生嘞，又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好歹我也是长辈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说着就想赶紧逃离，我挡在门口，打开手机给他看了一段视频，是郭爽录下来的杜杰摔手机的那一段。这手机9000，怎么支付？这时他耍起了无赖，谁睡的你找谁去，我可没钱，不信你可以搜一搜。没有现金可以微信支付。根据判决结果，杜杰没有偿还能力，你作为他的监护人有责任替他赔偿。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现在就在校门口，如果你不赔钱，你走不了。闻言他狠狠瞪着我，小贱蹄子，没有这9000块你活不了了。见他骂我脾气也上来了。老东西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不懂回去问你妈。见状，杜杰他妈不情不愿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转给了我9000块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学期末，老师布置了个新闻作业，课题方向是社会上有争议的现象，而我联想到最近发生的事，准备从仅退款这个方向着手。1个月后，老师看着我交上去的作业，十分满意，而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们，贪小便宜终究会吃大亏。